7天全國哀悼呢，剛結束，伊朗的導彈就升空了。10枚彈道導彈呢，直奔美軍西亞指揮中心和約旦阿茲拉克空軍基地，精準度和威懾力拉滿。為什麼偏偏選在葬禮結束這天動手？美軍炸了80多處目標，伊朗為什麼只打了2個點？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6月18號的美伊剛簽訂了諒解備忘錄，還沒有乾透，撐了不到3周就失敗了。那麼7月7號呢，美軍對伊朗的境內連續3天發動空襲，前後共炸毀了80多個目標，啊，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全覆蓋。同時呢，把雙方這個停火協議也給炸散了。那這幾天呢，正好是哈梅內伊舉行全國哀悼的活動，在7月4號悼念儀式在德黑蘭開始，持續了7天時間。那麼在7月9號呢，於聖城馬什哈德下葬。這次葬禮的規格很高啊，有上千萬的伊朗人自發走上街頭送別啊。伊朗外交部的統計呢，有上百個國家派出了代表团參加，中國呢也派出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為出席啊。像俄羅斯、土耳其等國呢也派出了高級別的代表。美國呢雖然對各國呢施加壓力啊，說不要參加，但是最終呢還是有很多的國家沒有給面子啊，該來的都來了。美軍呢偏偏在這個敏感時期動手，他的意圖十分明顯。以前的外部勢力呢，總是利用伊朗的權力更替的窗口來搞事情，在社會情緒緊張、新領導層剛剛站穩腳跟的時候制造內亂。那麼這次呢，葬禮期間的空襲，一方面是為了這個試探伊朗新領導層的底線，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擾亂伊朗國內局勢啊，看看呢是不是能夠逼出內部的分歧。但是美國方面沒有料到，這次空襲反而是幫了伊朗的忙。7天的國葬之後呢，國內的各種分歧和這個矛盾，在面對外敵的時候都暫時擱置了。上千萬人呢一起送葬，民族情緒和這個愛國的熱情就被調動了起來，反而呢為新的領導層呢凝聚了民意的基礎。美軍的空襲呢，就相當於為伊朗完成了一次反擊之前的這種動員和輿論的鋪墊。那麼伊朗呢選擇在這個葬禮結束當天進行反擊。那麼這個時間點的選擇其實是非常有講究的。如果在葬禮期間動手，一旦擾亂了國內的這種悼念的秩序，那就會被人說成是借着喪事來挑事兒。那等到下葬儀式結束呢，民眾的情緒得到這種充分的發洩之後再出手，這樣呢既避免了擾亂國內秩序的風險啊，又可以這種名正言順的說是報復美軍挑釁，那軍事行動的正當性就變得很高了。咱們再來看這個打擊目標伊朗呢也很克制，美軍炸了80多個地方，伊朗呢只選擇2個最重要的地方進行攻擊。一個是哪呢？在這個西亞的美軍的指揮控制中心，那另一個就是約旦阿茲拉克空軍基地，都是一個純粹的軍事目標，並沒有被波及到這個民用設施，也沒有擴大打擊的範圍。那這就說明什麼呢？伊朗的遠程打擊能力以及情報水平已經很成熟了，是吧？已經不是以前那種靠近這個距離襲擾打了就跑的這種方式了。那麼伊朗之所以能夠控制得住規模，我認為它也是經過計算的。一方面要對國內民眾有個交代，畢竟美軍呢已經炸到家門口了，不反擊那就無法交代，重創美軍作戰能力才能平息民憤。但是呢，也不能把這個事情給鬧大。如果真的全面開戰的話，那麼伊朗的這個經濟和民生都會承受不住，所以呢，只能點到為止。把这個衝突限制在對等反擊的範圍之內，那既能夠立威，又不至於失控。但是呢，伊朗呢也放狠話了，說革命衛隊的這個聲明裡邊就說得很明白，說呢這只是第一階段，如果美國繼續挑釁的話，那麼中東所有的美軍基地都會成為這種打擊的目標，那就相當於把選擇題還給了特朗普。比如說你要升級，那我就陪你一起升級嘛。那你要收手，我也就暫時收手，停止了。當雙方剑拔弩張的時候，那麼中方的態度也非常重要了。我们看到呢，外交部发言人毛寧第一時間就發言稱說，重燃戰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用武力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那希望雙方落實諒解備忘錄，回到對話談判的軌道上來。
常駐联合國的代表傅聪也在安理会的发言当中表示反对使用武力并且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那么中方中立客觀的態度呢，正好符合中東大部分國家的利益。沒有人願意看到美伊真的打起來，一旦全面開戰，那整個地區呢都會受到波及。中方呢不助火不站隊，只勸和促談，反而成為了雙方之間的一個緩衝地帶給這個局勢降溫就留下了餘地，也為以後可能的談判留下了一個空間。所以我們從這個整體上來看，美伊全面開戰的可能性其實很小。特朗普那邊呢要應對中期選舉所以呢對伊朗要強硬一些，但是又不想真的捲入中東戰爭。而伊朗這邊呢，新領導層呢剛剛接手，需要通過這種反擊來樹立威信、凝聚民心，但是呢又不能承受長期戰爭的後果。雙方都在鬥狠，但是又都控制着分寸，誰也不願意把路給走死。那麼接下來的中東大概率還是局部精準對抗，整體局勢呢可控的這麼一種博弈狀態，打打停停會成為一種常態，但是真正掀桌子的概率不大。好了，感謝收看這一期的谢飞觀察，我們下期再見。